中国的楼市正在像一座失去支撑的高楼一样轰然倒塌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权威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，中国百强房企销售操盘金额仅为2070.4亿元，环比再降1.9%，同比暴跌17.6%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已经是连续第6个月下滑，跌得没有尽头。换句话说，过去半年，中国最顶尖的房企们每个月的日子都比上个月更惨。房子卖不动，现金流枯竭，企业一个接一个走向悬崖。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开发商，现在只能在废墟里苦苦挣扎。再看累计数据，今年前8个月，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2.07万亿元，年比下降13.1%。有人调侃，这不叫降，而是房企们被绑在过山车上，一路冲向深渊。科尔瑞地产研究直言，整个行业的单月业绩规模已经跌到了历史的低位。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雪崩已经全面爆发。如果说新房卖不动还可以靠政策拉一拉，那么二手房市场的冰冷数据就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直戳人心。中指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，中国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为13481元每平方米，环比下跌0.76%，同比暴跌7.34%。一线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.55%，同比下跌4.17%。二线城市价格同比下跌8.14%，三四线跌幅也达到7.78%。这意味着，哪怕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样的铁板钉钉的一线城市，也挡不住房价的下跌潮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过去1年，政府不断推出刺激政策，放松限购、降息、减首付，但效果呢？房价依旧跌，成交依旧冷，市场已经失去了信心。正如彭博社所言，官方的政策工具已经失去了魔力。2025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线城市率先领跌全国。数据触目惊心，8月上海新房成交环比暴跌27%，同比更是暴跌45%。曾经是全国楼市风向标的上海，如今成了全国领跌的羊。中国楼市就像一个插满管子的病人，早已住进了 ICU， 而9月的政治局会议成了最后的赌注，还能不能续上这口气？但现实很残酷，数据不会撒谎。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开发商的倒闭，是一栋栋烂尾楼的躺平，是一户户家庭的破产。有人说，楼市的下跌就像一场即将到来的踩踏，没有人能幸免。的确，近期各地政府接连放出救市大招：北京5环外不限购，上海外环外不限套，取消首套、二套利率差别，苏州直接取消限售。看似给市场加了一针强心剂，但效果如何？几乎是药效未到，恐慌更甚。上海引发的雪崩效应已经蔓延整个长三角，第一波冲击波正在摧毁南京、杭州、苏州的楼市，第二波还会扩散到全国。预测今年剩下4个月，中国大城市可能会出现踩踏式抛售、房价暴跌的雪崩效应，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可怕。房地产不只是房价的问题，它更像是中国经济的心脏。心脏一旦停摆，整个身体都要崩溃。房地产产业链覆盖面有多广？建筑、设计、施工单位、包工头、工人、机械租赁、门窗、玻璃、混凝土、家电、铝合金，几乎整个中国的城市经济都与房地产紧紧绑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专家说，中国有80%的家庭的就业机会与房地产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。所以，当房地产崩塌时，中国的就业、收入、消费、储蓄，统统都会坍塌。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彻底进入了死亡螺旋。
据统计，2024年至今，已有超过50家中小房企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清算。进入2025年后，哪怕是头部企业也开始暴雷不断。绿地控股2025年上半年净亏损超过80亿元，碧桂园债务违约规模逼近1500亿元，恒大烂尾项目超过1300个，涉及家庭数百万。这些数字背后，不只是企业的倒下，而是无数购房者的血汗钱灰飞烟灭。如果说过去几年大家还能寄希望于大而不倒，那么2025年连这种幻想也被粉碎了。房地产一度是中国人最坚固的财富蓄水池，但如今这个蓄水池已经破裂，财富正从裂缝中疯狂流失。根据易居研究院的数据，自2021年以来，中国城市房价整体下跌幅度已经超过20%，3、4线城市跌幅更惨，部分城市房价已经回到10年前的水平。截至2025年中，全国有超过7000万套住宅空置，空置率逼近22%，相当于美国的3倍。要知道，中国家庭的财富中有70%以上绑定在房产上，房价暴跌意味着整个中产阶级的财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据新华社公开数据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仍有超过500个大型烂尾项目，涉及购房者超过200万户家庭。这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悲剧。房地产不仅是卖房子的事，它牵动着整个就业市场。2023年，房地产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超过5000万人，加上上下游，间接带动就业超过1.5亿人。但到2025年，这个数字已经腰斩，房地产相关就业岗位减少超过8000万个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意味着一整个德国的人口规模的就业岗位凭空消失。所以现在的外卖、网约车、快递行业涌入了大量高学历难民。博士开网约车，硕士送外卖，已经不再是新闻。房地产的萧条让中国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冰河期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7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.1%， 远低于疫情前的 8% 常态。家电、家具、建材类消费同比下跌超过 15%， 汽车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。这就是典型的死结，房价下跌，财富缩水，不敢消费，经济更冷，企业倒闭，失业增加，消费进一步萎缩。一个国家如果 70% 的家庭财富都捆绑在房地产上，那么房地产一旦崩盘，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解的困境。踩踏式暴跌，不是危言耸听。想象一下，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房价只会跌不会涨，那么大家会做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拼命卖房。卖的人多了，价格就会更快下跌，价格下跌又会引发更多人抛售，最终形成一场失控的踩踏。有机构预测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，2025年底，中国1线城市的房价可能还要再跌 20%，2、3线城市甚至可能出现腰斩。到那时，中国将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大清洗。房地产危机让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信心，他们不敢花钱，只能拼命存钱。根据央行最新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住户存款余额高达15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超过 12%。但与此同时，消费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9%。这意味着老百姓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，也不愿意消费，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可能更惨。预防性储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集体自救本能。从9月的政治局会议，到10月的4中全会，再到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房地产一定会是绕不开的议题。但问题是，政策还有多少空间？
利率已经降到低位，再降可能引发资本外逃，土地财政已近崩溃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腰斩，银行坏账堆积如山，再也无力兜底。所以，即便出台新政，也不过是续命，而不是救命。这意味着2025年最后4个月，房地产市场极有可能迎来一波更加惨烈的暴跌。一旦发生踩踏，中国的财富和社会稳定将被彻底撕裂。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